各位兄弟，对不起，为了流量，我要当男奸啦！欢迎来到可可知分析室，我是咸鱼环。今天我们来聊渣男。渣男的形成通常都是因为早年的成长因素导致的，例如在成长过程中间，爱与归属的需求没有被满足，或者在成长路上遇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，导致形成了特别的人格。俗话说得好，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。但这跟我们姐妹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干就完事了。不同的渣男需要用不同的攻击方法。今天我们来用心理学的方法打开这些攻击方法。第一种渣男，玩咖型，就是所谓的多线 PUA 加上控制。他的需求是跟不同的女性建立关系，想要获得这种感觉。什么感觉呢？或许是他童年缺少他那份爱，所以他想一直寻找那份独属于他那份感觉。他需要不同的女性，或者他在成长过程中间遇到部分女性被他们玩弄，然后反向形成了这个人格。那如何进攻他呢？首先掌握他同时聊多位女生的证据，然后扩散开来，这样就能打击他的核心目的。其次，让受害的女生建立同盟，共同进攻他，这他就特别难受了。第二种伪深情型，就是通过扮演暖男，然后跟你展开一段很短的恋爱。分析这种渣男，他通常是通过表演来控制女生，以满足自己的内心变态的需求。那它形成的原因呢？通常在一个刻板的家庭环境之下，你需要伪装自己，才能够与他人建立链接，满足他人的需求，才能生存下去。于是乎，这种渣男就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之下，不断的演绎自己，让自己处于面具之中，才能与他人建立关系。所以他的表演能力是经过十几年磨砺的，那真是强的可怕。如何对待这种渣男呢？直接消失，绝不跟他纠缠，让他立刻失去与你的链接，产生巨大的痛苦。通常他还会很困惑，为什么呢？难道是我表演的不够好吗？或者找个更强的女生去碾压他，在技术上取胜。第三种，情绪操控型，通过控制你的情绪达到控制你的效果。这种男生通过操控你的情绪，通常也是为了满足他操控的变态欲望。那么他的成因呢？有可能是他曾经的成长环境中有个长辈情绪并不是很稳定，在这种环境中，他反向形成了一个控制他人情绪的机制，这样他才能保护好自己的安全。但成年之后，他又受益于这个机制，并且他十分享受跟满足于这个机制。要怎么反击这种男性呢？如果他用忽冷忽热来对付你，你直接不要理他，跟他断联，他会特别痛苦。或又是居高临下的看他，你是不是也被人操控过？我感觉你好缺爱呀。你需要不停关心别人的情绪吗？我感觉你好累呀。表现出居高临下怜悯的姿态，让他感受到他的技能已经被你看破。诉苦型，他通过博取女生的同情来激发女生的照顾欲，满足自己变态的欲望。通常这种男生在幼年的时候似乎没有形成正常的依恋关系，导致他婴幼儿的成长任务到成年也没有被满足。那如何攻击这种渣男呢？假装对他在意，然后关注他，最后毫无同情，结束对话，让他感受到无望跟痛苦。或又是在现实中找出他没有那么惨的证据，然后曝光。那我们又从现实的角度分析一下，为什么渣男那么多呢？想要成为一个好男性，通常有两方面的需求。第一个是共情能力，第二个是否靠谱。在 MBTI 中，第三个字母 T 代表了理性思考， F 代表了感性思考。显然 F 型人格更具有共情能力。而第四个维度，对待未来的方式， J 代表判断型， P 代表感知型。显然判断型的男生会更加靠谱。然而客观事实是 INFJ 的男性只占人口的 1% 到 2%， 是最稀缺的资源。而 ENFJ 其实也没有很多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各种男生的占比。首先是不靠谱也不共情的男生，这种男生似乎占了 32%。靠谱但又共情，这种男生是最多的，占了 38%。不靠谱但共情，这种男生占了 14%。最后就是姐妹们的择偶标准，靠谱但又共情的男生只占了 16%。但我们还要考虑另外一个因素啊，他是否能够选择你，或者你们是否般配。这张图可以看到，大部分的靠谱男性在青少年时期已经被其他姐妹给预定了，并且另外一部分也有稳定的对象，然后还有一部分不是你的理想型，或又是你们的观念不符，并且再加上社交圈的因素，就导致你们错过了。所以需要把前面的概率再乘以选中你的概率 5%， 那就是16%乘以 5%， 就是0.8%。0.8%代表什么呢？就相当于你开一辈子的车撞到鸟的概率。那究竟是什么阻止姐妹们找到好男人呢？我们来看看，在众多社交圈中，似乎有很多意见领袖来调整姐妹们的择偶观。例如，他们鼓吹奇怪的观点来改变大家择偶的态度。
例如男人坏才有魅力，有钱的男人一定幸福，或者他们引导女性降低自己的择偶标准，女人要求不要太高，否则没人要，让一部分女性不再争夺优质的，间接的减少他们的竞争者。他们这些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大家的择偶标准，减少竞争者，让自己获得更优质的伴侣。或者有些人呢，他们很早到什么时候呢？例如早到小学的时候就知道优质男性的稀缺性，然后早建立关系，这样他们一辈子都不用愁了。所以你在抢夺这部分资源的时候，自然就没有啦。我举个例子，我有一个博士朋友，人长得巨帅，又善于管理自己的身材，又特别听老婆的话，而且还顾家。然而他的老婆是他的小学同学，这一小部分姐妹，她们天生就非常的聪慧，从小就认准自己的潜力股，然后从小就开始培养她的潜力，在她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就提前绑定了，所以她们根本就不会被你看到。他们在男性年轻没有发展的时候就投入时间跟优质男性深度绑定，形成依恋关系，这就是他们的策略。还有部分聪明的女性明白，优质的男性是培养出来的，哪有什么天生牛逼的个体，况且天生牛逼你要想个办法跟他深度绑定啊。这部分女性从人生目标、社交方式、情感沟通等多个方面来影响男生的价值观，与之匹配，让自己过上更舒适的生活，并且他通过情绪支持的方法来鼓励男性成长，提升男性在社会中间的竞争力，来满足他自己的物质欲望。然后就是培养男生的情绪价值，让男生多共情、倾听他，让他成为优质又靠谱的对象。那么最后一个问题，如何打造一个属于你的优质好男人呢？首先就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胚子，例如愿意倾听的人，至少他对你的情绪感兴趣，这样你才有机会。第二，可塑性高，他愿意成长，愿意改变。然后忠诚度高，专注度高，要避免自负、不愿意反思的人，这种人只会气你啦，并且要避免严重缺乏安全感的人，他们容易情绪崩溃或者依赖。情绪不稳定意味着无法产生稳定而又舒适的情绪，依赖代表他需要消耗情绪本身而无法产出情绪。第三点，要警惕那些白嫖你情绪价值而又不做出改变的人。然后呢，怎么培养？第一步，建立沟通的方式，要鼓励他多说出自己的感受，而不是在谈事情，要跟他示范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。我今天有点焦虑，因为工作有点不顺，并且创造一个无批判的空间，让他说出自己的情绪不被嘲笑。毕竟培养成功之后，姐妹们也不想说出情绪的时候被他嘲笑吧。要避免以下2个原则，直接告诉他你要学会共情，这只会让他晕口转向，要让他潜移默化的去学习。否定他的感受，例如他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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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了半天，你说一句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你想想未来他也这样对你说，那你不给气死？第二点，分享自己的情绪，用第一人称表达，例如我觉得，而不是用你让我，让他感受你的共情方式，并且模仿你。例如你让我特别的生气，那他就会模仿你，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指责你，你能不气吗？所以多用第一人称。这个过程中间要避雷只分享负面情绪而忽略了正面情绪，你也不想让他学到你只分享负面情绪不分享正面情绪吧，不然你就成了他的情绪垃圾桶了。记住，你是他的老师。第三点，多听少做，培养他的同理心。在分享情绪的时候，不要让他解决问题，而是问你觉得我的情绪怎么样？靠谱男性特别容易陷入解决问题的思考，要让他改变一下思路，并且需要在日常潜移默化的提升他观察情绪的能力。例如在看电影的时候，你问他这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样的，你能跟我说说吗？第4步最重要的重点是深度绑定，别让你辛辛苦苦培养的男生飞了，这样你有可能几年的功夫全都白费了。例如建立共同的兴趣爱好，一起健身、跑步、旅游等等，培养合作经历。例如他喜欢玩游戏，你陪他玩，培养他跟你之间的合作关系，创造只有你能够提供的独特体验。例如独特的情绪支持、性格互补的安全感等等。在这里要避雷，只提供情绪价值而没有共同成长的经验，这样他会觉得所有人都可以替代你啊。当他拜师成功之后，他或许就去找更符合他价值的女性了。记得要深度绑定，让他离不开你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分享使用知识的方法，下期再见。